大家好，我是花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期待满满的把香菜根放到水里，想着收获一盆茂密、肥厚、喷香的香菜。可现实总是很遗憾，才没过3天，水变浑浊了，根摸起来滑溜溜，香菜茎杆又细又长，叶子又薄又小。1次、2次、3次，每次都以失望结束。告诉你一个秘密，90%以上的人都有过相似的经历，而超过80%的问题，香菜都能通过今天的办法重获新生，找回香菜魂。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啤酒，操作步骤就是简单的3步，只要认真听，别忽略细节，你一定会为自己的优秀而鼓掌。1、啤酒水培香菜步骤。第1步叫做醒酒，你不能直接把冰镇的啤酒从瓶子里倒出来就用。正确的做法是，把我们需要用量的啤酒提前倒在一个杯子里或者碗里，放在空气中静置至少2个小时。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里面的酒精彻底挥发掉。因为酒精会对植物娇嫩的根系造成伤害，所以这一步绝对不能省略。第2步是决定成败的黄金比例，请大家记住这个非常重要的数字1:50。也就是说，1份我们醒好的啤酒要兑上50份的清水才是安全的比例。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参考，一个标准的矿泉水瓶盖大概是5毫升，1瓶盖的啤酒就需要兑上大约250毫升的清水，也就是我们常喝的1瓶小矿泉水那么多。你可以用这种有刻度的量杯，或者就用瓶盖和矿泉水瓶来操作，非常简单。记住，宁稀勿浓，浓度太高了反而会坏事。第3步就是换水喂养了，把你香菜瓶子里的那些旧水全部倒掉，然后把我们刚刚兑好的、比例完美的啤酒营养液小心的倒进去，让它只淹没一点点根系。到这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就等待奇迹的发生吧。那么，使用了这个方法的最终效果到底能有多惊人呢？大概3天后，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新长出来的那些嫩叶，颜色是更深的翠绿色，而且叶片也显得更有力，不再是耷拉着的了。等到第7天，最明显的变化是茎杆，它开始明显的变粗了，你用手轻轻碰一下，能感觉到它不再是那种摇摇晃晃、弱不禁风的样子了。最精彩的在后面，等到第10天，整个植株的形态已经完全改变了，叶片变得油亮肥厚，长得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容器。水下的根系更是白净粗壮，错综交杂地形成了一大团，这才是生命力旺盛的健康根系该有的状态。这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真正能实现香菜自由的样子。不过，在这里我必须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如果你太心急、爱苗心切，没有严格按照我们说的比例来操作，比如心想多加一点，肯定效果更好，倒了双倍的啤酒进去，那么你很可能就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烧根和肥害。你的香菜叶子边缘可能会像被火烧过一样，开始出现焦枯、发黄的现象。水里的根部也可能因为无法呼吸和高浓度溶液的胁迫而加速腐烂、发黑。所以，请务必记住我们园艺里的一句老话：少即是多。相信我，严格按照1:50这个黄金比例来，才是你成功最关键的一步。虽然知道怎么做了，但我想你大概率还是在想，啤酒，那不是我们人喝的吗？给植物喝，真的没问题吗？会不会直接把菜给醉死了？你放心，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啤酒里面蕴含的正是你现在的问题香菜最渴望也最容易被吸收的营养精华。接下来这简短的几分钟，我给你揭秘这背后暗藏的科学原理。2、啤酒水培香菜原理。首先，第1点，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超级氨基酸饮料。啤酒是粮食酿造的，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和多种糖类。这些物质对于植物来说，就是构建叶片的顶级蛋白质和能量来源，非常容易被根系直接吸收。香菜吃了这个，叶子就能很快的变得又厚又绿，告别那种病恹恹的状态。第2点，啤酒是一种天然的复合维生素片，它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钾元素、磷元素，还有镁元素等等。
钾元素能让茎秆长得更粗壮，提高抗倒伏能力；磷元素能促进根系发育，而镁元素是形成叶绿素的核心成分，直接决定叶子绿不绿。所以用它等于给香菜做了一次全面的营养补充。第3点，它还是一杯酸性开胃水。啤酒在酿造过程中会自然产生一些有机酸，这些酸类是稳定存在的。当啤酒加入水中后，这些酸能帮助微微降低水质的 pH 值，让它更适合香菜生长。这个微酸的环境能够帮助香菜根系更好地吸收那些珍贵的养分，特别是铁和磷，等于说是帮它调理好了肠胃，打开了胃口，吃起来更香。好了，原理我们彻底搞清楚了，是不是感觉心里有底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部分，无论是第一次挑战的朋友，还是已经尝试过的朋友，下面这些常见的问题非常有必要看一下，因为这直接影响你是否成功。3、常见问题和答疑。在视频的最后，我来集中回答几个大家可能会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方法多久用一次效果最好？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在每次常规换水的时候使用，每周使用1次，这样的效果是最稳定，也是最安全的。第二个问题，我家没有过期的啤酒怎么办？是不是就没办法用了？完全不是，你喝剩下的，或者是你开了瓶的啤酒，都一样可以拿来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第三个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那除了香菜，我水培的其他蔬菜能不能也用呢？答案是当然可以，特别是像小葱、9层塔和空心菜这类，我们主要以吃叶子、吃嫩茎为主的香草和蔬菜都非常适合。它们和香菜一样，都需要大量的氮元素来促进叶片生长，所以用了啤酒营养液之后，你同样会看到它们叶片变油绿，生长速度加快的效果。不妨给你阳台上的其他水培菜也试试看。所以看到这里，你应该完全明白了吧？别再怪你的香菜不争气了，它之前所有的摆烂行为，可能仅仅是因为缺了一顿像样的大餐。下次当你再看到它又细又黄、无精打采的时候，别犹豫，去打开一瓶啤酒，给它也喝上那么一小杯吧。如果今天这个视频真的帮你解决了水培香菜长不好的大麻烦，请务必在屏幕下方给我点一个赞，同时把它收藏起来，方便你随时回来复习操作步骤。你还被水培的哪些其他问题所困扰呢？是顽固的烂根问题，还是总是处理不好的滤水问题？欢迎你在下面的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你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认真查看，说不定那就是我的下一个视频主题。最后，别忘了点击关注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玩转家庭水培，轻松实现蔬菜自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